却永远不了解爱的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儿时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美国证实 Pinsnel 消炎止痛药没有通过验证批准，药制造商马上停止供售及查禁。该药的代理公司 Vino Health 已经下令国内外全面下架回收。另外，该公司代理的 HD31 心脏药也出现了假药的问题。目前接获投诉，服食 HD31 心脏药后产生副作用的人数直线上升。代理商 Vino Health 可能会被提控，且面临庞大的赔偿损失。你已经好几天没好好的休息了。哥，对不起，你大半生的心血都毁在我手里了。公司有了问题，错误不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了。可是，该负最大责任的人是我。这些年来，我太信任汉生了，公司大小事都由他处理，全部过问。这完全都是我的疏忽，是我用人不当，是我危机意识脆弱，是我把公司给毁了。钱损失了，还可以再赚回来了。可是公司的名誉就很难重建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也就是整件事情的后果。法律责任我会承担，只是公司要面临倒闭和破产。是我担心这样多也无济于事的。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上楼去谈一会吧。我睡不着。别这样，听话。哈，你这个混蛋啊，在这里开心喝酒，人家可能喝酒消愁呢。你比我更混蛋呢！卖假药这种馊主意你也想得出？我看着你良心啊是被狗咬了。钞票最重要，良心不可以当饭吃。幸亏有够机灵，看到局势不对，溜得快。我们的公司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张呢？当然是越快越好啦，到时候还要大肆宣传。你要不要请以前你的旧老板来剪彩呢？他们现在一身的霉运，我不想掺到。比诺这是元气大损，要是逃不过这一劫，可能就永远消失了。这是秦世轩需要担心的问题。我跟 Vino 的关系早已经结束了，含着金钥匙出事的他，也得看看有没有守夜的这个本领。我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终于有机会紧紧拥抱他，这算不算是趁人之危呢？如果亲昵是要用他的落魄潦倒换来，那我情愿一辈子只能够远远地看着他。
连我都会被自己吓到。如果换回原形，世轩会不会被吓跑？那我连远远看他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幸好抓得快，要不然真的摔跤了。摔跤了还可以站起来啊！摔得太重，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世轩的事你应该知道吧？他这几天很痛苦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帮他渡过难关？一点点挫折就痛苦，这种男人呐、把他冲进马桶算了。这次赔上的是整个公司啊，挫折够大了吧？挫折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哦。晶晶，你就帮帮他嘛。你干嘛这么关心他啊？哦，你喜欢上他啦？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。你呀、没人信。我说过我是人吗？你很难找哎。干嘛又想我把你变回原来的样子啊？怎么不出声啦？是不是舍不得呀？其实啊，你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。你神经病啊！在厕所里自言自语。我是在骂汉生啊。世轩现在怎么样了？很痛苦啊。公司会不会真的面临财务危机而倒闭啊？有可能啊。世轩是有能力把公司带到另一个高峰，可惜现在却毁在好朋友手里。我做梦也没想到汉世是这样的人。这也是令世轩难过的原因。他那么信任汉生，还推荐他进公司，可是到头来，汉世那么可恶，难道不能用法律来制裁他吗？他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早就设计好脱罪的方法。世轩的心情现在一定很糟吧？看到他爸爸一生的事业毁了，想要拯救又无能为力，他的痛苦，没人能体会的。你很担心他？当然了，晶晶说挫折是成长过程所必须经历的，可是这次的挫折成本未免太大了。你看到晶晶啦？没有啊，这是他以前劝过我的话。哦。疼痛，气馁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世轩的公司怎么会卖假药呢？卖假药是很严重的事情啊，现在还搞到有病人出事。现在每天有那么多人投诉，你说他们需不需要赔偿？赔偿是肯定要的，问题是人命关天呐，而且投诉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看赔偿费啊会是天文数字。他们会破产吧？要是真的闹出人命，就算破产也不能消除良心上的谴责。真糟糕啊！新慧啊，世轩公司真的卖假药啊？他是被朋友出卖的。被朋友出卖的？那个朋友是他推荐进入公司，身居高职。那批假药是他跟厂商接洽，事件发生后，他就假装引咎辞职。哎呦，这个人太奸诈了！大公司就是这样的，只要有一颗螺丝钉操作不良，就会影响全盘计划。不过管理层也太大意了。这些主要是他姑姑经手签名的，现在世轩很担心他姑姑。啊，景山他怎么样了？你紧张什么？他很自责，一直觉得公司毁在自己手上。哎呀，不行啊，不能让这样的情绪纠缠下去，这样会身心不健康的。那你有理由去探望他啦。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他姑姑最近累得病倒了。他病得严重吗？那你还不赶快去看看他？是啊，爸，你有空就去看看他，他最近看起来很忧郁。
汉祥，是你啊？哦，一点小意思啊。何必那么客气呢？坐。好。怎么会想到来看我？我听新慧说最近你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？这几天总觉得心情压抑，情绪不宁。如果你不介意，让我给你把把脉好吗？好。你晚上的睡眠如何啊？睡不着。最近胸口跟喉咙是不是很不舒服啊？是啊，喉咙好像有异物梗着，吞不下又吐不出，可是又是跟饮食无关。你的脉象很弦紧啊，情绪紊乱，七情不定。我看你还是要尽量放松自己啊。我会开些药给你吃的，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看得开啊。公司要面临倒闭，还要面对法律的诉讼，能看开吗？可是你也不能任意让这样的情绪蔓延啊。我看你还是放个假，好好休息啊。这些年来，我最害怕的就是放假休息，因为在那些没有工作的日子里，那些不该存在的回忆一一出现在脑海，所以我选择了忙碌来避开那些记忆的纠缠。人家说我是个女强人，可是又有谁知道，事业是我这个女强人的挡箭牌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以为你找到一个好归宿了。我有想过要找一个肩膀来靠，只是我认为最好靠的肩膀已经属于别人的了，所以我就把一生投入事业。谁知道，事业没了，感情依旧空白。或许你不会相信，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因为我连一个能倾诉心事的朋友也没有。我拥有的就是过眼云烟般的事业。我很了解你的困难，很抱歉，我能帮你的也不多。你没有在我最狼狈的时候躲开，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鼓舞了。考试了还不专心温习，你还不是一样，忙得也不专心。我看你老爸出去了老半天也没有回来，担心他发生什么事儿吗？去看生病的老同学能有什么事啊？探病需要一整天吗？对哦，我都怀疑到底他们是老同学还是老情人。你胡说什么？哎，他们生病不是看西医的吗？老爸真的是去看病那么简单啊？要是给你老爸听到这些话，准骂你。我是看你老是往外看，以为你担心老爸把老同学当成是老情人了吗？你还不是一样东张西望，等安详啊？是啊，我巴不得他快点找到房子，让菲菲搬走。都不知道啊，他是找不到房子呢，还是根本不想搬？就算不想搬，也是那女人的问题。安祥一直很积极的在找房子。我看安祥的人太好了，注定啊看着吃，就像那女人。老板娘。找到房子没有？还没找到，不过我会继续找。喂，那是要卖的。我给钱吧。哎，菲菲啊，那个凉的不适合你喝的。天气这么热，走那么多路，我快渴死了。等下我泡杯热的，给你解渴了啊。不喝了。对不起，老板娘。哎呀，这次不用了，下次再算。每次都得算。我去接尿了。
根本就不想搬。小心很烫的。谢谢。哎，慢慢喝啊，不要烫着啊。今天看的第2间房子又干净，房子又大，地点又不错哦。可是不在电梯城，我肚子越来越大，上下楼梯会很吃力的。只是1层楼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？我明天去打电话给屋主好吗？我们慢慢找，找到满意的才搬。老是打扰人家不太好。这是我第一次住在这里，哪有一直打扰人家？还是早点搬吧。你干嘛一直赶我走？你在这里工作，我在这里住，不是很好吗？这里空气不好，进进出出又是病人，为了你为你胎儿着想，离开对你有好处的。可是这里有你，江师傅、安祥那么多人照顾我，我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。以后你搬走了，我会天天来看你的。我不喜欢孤零零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他是要你搬去跟他一起住，还听不懂。我帮你吧。我来收。不用了，你哪有时间做这些？怎么了？我的手脏了，拿纸巾给我。安祥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要了，我要回家。他发什么神经啊？可能是受了客人的气吧。丑女人发脾气，样子更丑。你早点休息吧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干嘛生安祥的气？他对那个女人好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真是窝囊透顶！我干嘛生那个女人的气啊？安祥算什么东西？他只不过是个小伙计，他喜欢谁就喜欢谁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干嘛生他的气？怎么可能会喜欢那个混蛋呢？好酸哦！喜欢人家就说嘛，干嘛说一些酸酸溜溜的话？你到底要说我到什么时候？等我听多一些可以酸死人的话再说。你，妈妈，我不要回去！你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吃醋吗？这是真爱的感觉。以前人选多，都是你在挑，这个不够帅，不要；那个没钱，不要；这个不够壮，滚开；那个不够高，滚蛋。我有选择的权利。现在轮到你给人家选了喽。你说了那么多废话，就是要说我以前玩弄感情？至少没有机会让你付出吧。现在你付出了，人家却收不到，好苦哦。谁喜欢那个混蛋？菲菲喽。那就让他喜欢好了。哼，我就算没有人要，也不会喜欢他的。他是谁呀？他只不过是我们家的小伙计。看得开最好喽。反正啊，不一定属于你的。没有爱的感觉，就像活死人一个。说到彼此心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彼此心最重要。幸亏我手脚快啊，要不然现在等事情发生了，连个屁都得不到。会不会是被人家诬告了？哎，管他了，反正公司倒闭也好，破产也好，通通跟我们没有关系的。真的会破产这么严重吗？新闻是这么说的啊，幸亏我手脚快。什么手脚快啊？哦，我是说，幸亏当时你不肯回去他们那个家，要不然可能我们现在都会受到连累哦。你是不是拿人家的钱啊？你真的拿了人家的钱啊？这是你自己说的。你利用我来威胁人家？
什么时候去威胁他们呢？是他们自己甘愿给的。你不要骗我了，怪不得你买那么多东西给我。那我买什么东西给你，你拿去用就好了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要管 ，OK？ 啊，我不要回去他们的家，你把钱还给人家好吗？还还什么还啊？反正你也不记得他们是谁了，钱都已经拿了，其他管他们这么多干嘛？人家现在有困难，我们不能够拿人家的钱的，把钱还给人家吧。他们有困难是他们的事情，哎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谁来帮我们呢？哎呀，那点小钱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关系的。行了行了，我去冲凉。Antonio and Tobel 药厂在事发的1个月前已经宣布破产倒闭了，所以我们无法从药厂那边得到任何的赔偿。你是说所有赔偿的责任都是由我们公司负责吗？是的。说到 HT31心脏药影响的病人总共有50多人那么多，这是最保守的数目，接下来可能会陆续接到报告和投诉。我会尝试通过庭外和解的方法来解决，不过赔偿数额恐怕会是个天文数字。就算是销毁这批药，也是一个庞大的损失。那受到影响的病人有多严重啊？比较严重的病例有2宗，有一个病危的病人服用过这个药。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报告还没出来，希望不是这药引起的。另一个个案的情况，心血管悬塞引起的并发症。停车！阿芬，真的是你啊，请上车吧。啊。外面下着雨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送你一趟。我正要到你家去找你。到我家？这些钱还给你。这是事先答应给你的。这个时候你们更需要用到钱。还是收下吧。是不是他叫你拿来还啊？妈的，他是不应该拿你们那么多钱的。佩婷，麻烦你停车。佩婷，麻烦你停车。我的钱是不是你拿的？拿来，还给我！你把钱收到哪里去了？这些钱我们不能够要的，钱以后我们慢慢再赚。慢慢赚，50万呢？我赚到什么时候才赚50万？以前我们没有钱也是过得好好的。你不要给我讲道理了。我倒霉了这么多年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的。你用我跟人家换钱，这些钱你还花得下吗？你不要跟我讲废话了！你现在把这些给我拿回来，去！我真的把钱拿回来的，我不会去的。你妈的！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穿我的，你现在还动我的财路，我就遇到你，我真的倒霉到现在。妈的，看什么啊？没看过人家当老婆啊？干嘛？不爽啊？不关你们的事哦。看什么？没给老公打过啊？
么事啊？妈，妈，芬妮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快叫救护车！妈，你醒醒啊，妈！妈！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世轩，你妈怎么样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邻居说，听到德树和芬怡为了钱而吵架，然后德树就把芬怡打成重伤。我们进屋的时候，芬怡已经倒在地上了。如果不是他把钱交给我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医生，我妈怎么了？病人可能有轻微的脑震荡，她身上还有多处瘀伤。经过脑部扫描，发现病人脑部有凝结的血块。她过去是不是脑部曾经受过伤？那她现在严重吗？病人还在昏迷状态，详细情况还在观察。病人的体质很虚弱，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照顾身体。你们可以到柜台办住院手续。世轩，世轩，去看住他，别让他乱来。哦，王八蛋，50万就这样泡汤了，妈的臭女人！吴达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打我妈？谁叫他拿我的钱？是他欠揍。你令我妈要钱就算了，你是要打让她进医院？你打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世轩，走开！手别打了！走开！快，住手！你不是人啊你！你死啊你！不要再打我妈！你死啊你！我不打你！我要控告他谋杀！啊！我跟吴德谈过了，他同意接受赔偿和负责医药费，庭外和解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太鲁莽，跑去打人，还闹上警察局？换成是我可能出手比你更重。就算最后打不过他，也要咬到他流血。我不是在安慰你，我是说真的。我相信。最近发生很多事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难受。以前觉得做生意很不容易，现在终于感觉到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。你不是败在能力，你是败在人性。那还有什么分别呢？最后的结果，就是证明我的眼光出了问题。当一个人要计划陷害你，你要逃也逃不过的。我不甘心。如果我有防备，他是不会那么容易得手的。他很聪明，利用我们对他的信任。他不是聪明，他是狡猾。失败就是失败，再多的理由也救不了公司的。你姑姑一直都很沮丧，金伯伯年纪也大了，所有重担都要你自己来扛，还有芬姨需要你照顾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。公司有今天这样的困境，都是我带来的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没有用。喂，我认识的秦世轩去了哪里啊？以前遇到困难想放弃的时候，他就会鼓励我，跟我说：“
遇到困难一定要面对，而不是要逃避。可是现在的世轩遇到困难就只会埋怨自己。我很怀念以前的他，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什么时候才肯回来？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？我陪你把以前的世轩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咽喉疼痛，泡茶放罗汉果一个人参须5钱，胖大海3钱，还有木蝴蝶2钱。咽喉疼痛泡茶方，罗汉果1个，人参须5钱，胖大海3钱，木蝴蝶2钱，麦冬5钱。以上剂量可以熬一大锅，如果是用保温杯冲泡，则全部改为1钱。咽喉疼痛泡茶方不难记的。谁说的？我就是背了很久，就是背不进去。不是背不进去，是你心不在焉。谁说我心不在焉？你表情告诉我啊。谁惹我们大小姐生气啊？没有。你做错药给爸骂，他骂我，我就跳槽到别的药材店去做。你偷懒溜出去玩给妈骂，他骂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才不像你以前这样躲在旁边唉声叹气。不可能是安祥啊！如果你不欺负他，他又去拜拜喽。真的是他惹你生气啊？他做了什么？把所有工作推给你，他怎么变得那么坏啊？没有啦。那你做错药，他取笑你，他变得那么讨厌，我去骂他。不是啦，是他以前的女朋友不肯搬走，就让他多住几天哦。他是想永远住下来。这样啊？那我们收他租金，租金全部给你，让你做包租婆，怎么样？那个女人不肯搬走是为了安祥，你知道吗？安祥要继续帮他找房子，他还要安祥跟他一起住。他有了别人的孩子，还要跟安祥一起住，他的安祥是什么了？那安祥态度怎样？他居然没有说不，可能心里在说好。反正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他们2个人的事吗？怎么可以？安祥是不可以答应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我不知道啦，我要温习功课。好，我来考你。我说方剂，你跟我说医什么病？哦，白醋3瓶，黑醋4瓶，米醋5瓶，开水1小杯，医什么病啊？怎么我完全没有印象啊？那么多醋，早就被醋淹死了，哪还能医病啊？你现在就是被醋淹死了。你吃菲菲的醋，你喜欢安祥啊？哪有乱讲？心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彼此心最重要。谁啊？是我安祥啊。安祥。起来吃早餐了，给你买了猪肠粉，还有豆花水。哎，这摊的猪肠粉啊，很好吃的，我足足排了1个小时啊，才排得到的。哎，你尝尝看，我最喜欢吃的。我还以为从此没有人会理我了，要孤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。幸好有你一直在陪我。只要你愿意，你要结交什么朋友都没问题的。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困难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啊？如果将来我的孩子问我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爸爸，他却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安祥，如果我的孩子能有像你这样的爸爸，不知道多好。喝豆花水吧，来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笨，上了 Albert 的当，可是你一定要原谅我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对吗？菲菲啊。
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？以后也可以很开心的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其他的我都不要了。我还要工作了。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丑八怪江信云？嘘，不要乱讲话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看得出他很喜欢你。你跟我讲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说啊！是，我是喜欢心中的江心瑜。心瑜，给你的，安强。哦，谢谢你啊，幸会。我爸叫我拿解油丸给诗轩姑姑。解油丸都在外面。我去拿。我帮你。小心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先走了。怎么办？已经跟他说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，他怎么还会这样？心瑜，你的药。你忘了？谢谢你啊。我刚才是买早餐给菲菲吃。好啊，应该的。你到底来多久了？不会很久啊，你快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菲菲刚才说。你还是回去吧，要不然顾客来了，菲菲应付不来的。说的也是啊。我还要送药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们真的没什么的。好啊，好啊，我只是不想再次看你受骗。我怎么会呢？我等一下还要回电视台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你不要担心我被骗。好，我不担心。你听我讲完好吗？我跟菲菲真的只是朋友。安祥，你不必跟我解释的。其实你应该关心的人是新慧，我真的不希望让她受到伤害。他怎么还在喜欢我？难道男女之间就只能做情人，不能做朋友吗？新慧知道了，会不会生我的气？烦死人了！喜人是不会烦的。Hello。丑的时候烦恼一堆，漂亮的时候烦恼一车，做人可真难哦。你呀，是烦恼的制造者，烦恼是自己找的。可是我这次的烦恼不是自找的。是你自己听来的，你不去听就没有烦恼了咯。我又不是故意去听，我只是担心安祥被菲菲骗，而且又知道新慧喜欢他，想试探他对新慧的感受吗？你现在体会到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工人有工人的烦恼，老板有老板的烦恼，丑女有丑女的烦恼，美女也有美女的烦恼。每个人处在不同的位置，都会面对不同的烦恼。你现在还想不想回到原来的身份呢？晶晶，其实我早知道答案了。进来。秦先生。公司的财务状况怎么样？现在的情况对公司非常不利。根据报告，受影响的病人一直在增加中。已经超过100多人，那么多啊！这只是证实受影响的人数，还有其他已经展开投诉，正在接受检查的还没算进去。所以公司除了要赔偿损失，还要面对法律的诉讼。以公司的资产是无法应付的。
有一件事情，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的。什么事啊？汉生在外头成立一间公司，很快就要开幕。Cognac Clean。想喝些什么？随便。 Whisky 2杯。这么巧，进来还好吗？还好，很失望吧？什么话嘛！我的新公司就快开张了，到时候希望你可以来捧场。Vino 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也感到很担心。我在 Vino 待了那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么严重的事。眼看自己又有份打造出来的公司面临倒闭的危机，我自己也感到很难过。谢谢你的关心。其实我得感谢你推荐我进公司，否则我就不有今天了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也许我够机灵，走得快，没被受到牵连，否则我的新公司就成立不起来了。我们都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，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随时可以来找我啊。我很乐意加入我的新公司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公司需要一个仓库管理员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过来试试看啊。人嘛，总得从最低层爬起，总不能一步登天啊，这样才可以享受到成功的滋味。你说对不对呀，副总裁？只怕你这位秦家大少爷会受不了的。小人！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！你出卖朋友，你是小人！为什么拉住我？应该让我多踢他几脚。喂，你是公众人物啊！公众人物又怎么样？不能生气，不能打人啊！笑什么？是不是很狼狈啊？嗯哼。你不提醒我还笑我？他是针对我啊！你为什么气成这个样子呢？还不顾形象的。他那个嚣张的脸，谁看了都想打。他越讲越过分，我再不动手，你肯定会动手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啊，没有理由拖你下水。下水就下水，我会游泳，不怕淹死的。我总是觉得，要是忍无可忍要打人，也应该让我去打他。我不想弄脏你的手。像他这种人，不值得你在这种场合动手，传开了，人家会觉得你没格，在他身上发脾气。他连好朋友都可以出卖，我想他是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。他可能会告你伤人啊。告就告。那会影响你的演艺事业啊。大不了归于平淡，过回以前的生活。可是你是男人，如果留下案底，可能用一生的时间，也无法重新站起来。妈，不要拆了。妈，小心点啊！妈。Have you ever seen a passing shooting stars, a blessing in the night, but it's